大家好，聽我說說我的二嫂。我出嫁求她借地方，被無情拒絕。我以為她不講情面，直到婆婆不打算伺候我月子，她端着飯碗來幫我撐腰，太暖心了。二嫂曾經被我私底下稱之為搅屎棍，是我們家的不安定分子。自打父親去世後，我和母親也不敢惹她，一直保持面和心不和。直到我出嫁那年，母親找她商量，看能不能把我的嫁妝都放在她家，等我出嫁那天從她家走。結果遭到二嫂斷然拒絕。二嫂說，我不是頭，也不是尾，憑什麼讓小雲從我家房子裡出嫁？我們兩口子苦盡巴力的，好不容易坨子直起來腰，別把我們家的財氣帶走。聽到二嫂這麼嘎嘣乾脆的回絕，母親當時眼淚就在眼眶裡打轉。我強忍着淚水，故作輕鬆地對母親說，我就從咱娘倆的小屋走最好，那才是我們家的老根據地啊。可就因為這件事，我在心裡跟二嫂結下梁子。儘管嫁的就是本村，我也很少跟她來往，除非是逢年過節的時候。畢竟母親還在世，我不能讓她夾在中間為難。可就在我快臨產前，婆婆借口大伯哥的孩子上學沒人接送，要求我母親過來伺候我月子時，被二嫂知道了。有天中午，二嫂端着飯碗假裝過來串門，當着好一群街坊鄰居的面，給我婆婆好好上了一堂政治課。結果婆婆只好讪讪笑道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不去了，聽你安排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二嫂有時候會不講理，但遇事還是站在我這邊的，因為她是我的娘家人。我1968年出生，家裡兄妹4個，我上面是3個哥哥，我是父母最小的女兒。我父親年輕時在江浙一帶學的鉗工，後來為了照顧到家，就調回來在縣機械鍛造廠做機修。正因為家裡有個工人每個月拿工資，所以我們家的條件在村上來說還不錯。父親重視子女的教育，所以我們兄妹4個都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。我大哥比我整整大10歲，初中畢業後就回鄉務農了。本以為從此扎根農村，娶妻生子，沒成想突然有個改變命運的機會。那就是上世紀風行一時，職工退休退職，子女頂替參加工作，俗稱頂職。其實我父親那時候還不足50歲，但眼看家裡3個旗杆高的兒子，總想帶一個出來，比困在農村種地強。他擔心政策有變，所以就趕緊托人幫着想辦法，從而爭取了一個名額。而那時候2哥在讀高中，3哥和我不夠年齡，那麼這個頂職的指標非大哥莫屬。在父親的操作下，大哥很快就進廠了，成了一名正式工。人往高處走，水往低處流。其實2哥當年也想走捷徑去頂職，甚至不惜準備輟學，但被父親阻攔了下來。父親說，你大哥性格老實巴交，我們家在村裡也是單門小姓，人際關係複雜，他跟人打交道搞不贏的。父親說的是實話。我大哥脾氣好，跟人說話都臉紅，在生產隊勞動那幾年，從不偷奸耍滑。可偏偏這樣的老實人更吃虧，只要有重體力活，隊長就支使我大哥去，美其名曰身大力不虧。可天長日久總是這樣，其實就是欺負人。為此，我母親總是喊我大哥是芋頭，不懂得拒絕。母親說，這要是換作唐林，早就跟隊長理論了，哪像你捏着鼻子不作聲。由此可見，2哥比大哥性格搭將。2哥性格外向，長得也帥，腦子還聰明，所以他在讀高中時就偷偷跟一個女生談戀愛。當然，這個秘密還是被我發現的。就在2哥高中畢業前夕，他從學校背回來一大摞筆記本，
望着五顏六色的塑料包裝皮，我羡慕地跟在二哥後面哼哼唧唧，求他送我一本。最終，二哥挑了一本藍顏色的給了我，記得扉頁上還有他同學的留言，好像是友誼長存之類的話。後來我不甘心，自己又偷偷翻到一本粉紅色的筆記本，上面還印着荷花圖案。打開後有一大段娟秀的鋼筆字，因為不大懂字面意思，就去請教三哥。誰知道三哥看完後朝我做了一個噓的動作，讓我趕緊送回去，否則二哥回來肯定要收拾我。在我一再追問下，三哥告訴我說，那個筆記本上寫的是男女搞對象的情詩，二哥肯定在學校談戀愛了。然後我這個叛徒把這個秘密告訴給我母親，母親聞聽倒也沒生氣，反而笑笑說，這個二搭將不愁找不到媳婦，可能是談戀愛分心了吧。二哥高考落榜，依父親的意思讓他再復讀1年，但二哥說啥也不想去，正好家裡也缺勞動力。就這樣，二哥也回鄉務農了，不上學了。二哥的神秘戀愛對象也浮出水面。有一天，他領回來一個梳着2條齊肩麻雀尾辮子的女孩，名字叫素芳。素芳長得很秀氣，身材窈窕，白皙的鴨蛋臉上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笑的時候臉頰兩邊還有一對小酒窩。二哥不費一兵一卒領回來這麼漂亮的女孩，母親當然開心，連街坊四鄰都說我父母有福氣。可那時候大哥對象還沒談好，總不能大麥沒黃，小麥先黃吧，所以父母有意把二哥的婚事壓制下來。好不容易等大哥前腳結婚，二哥就嬉皮笑臉地催促我母親說，趕緊給我裝修房子買家具吧，要不喜糖和紅雞蛋就要一塊吃了。言下之意，再不結婚，孫子就要給你們抱回家。可一個普通家庭收入是有限的，大哥雖然沒用父母蓋房子，但在城裡結婚也不能太寒酸了，所以也花了不少錢。本來父母還想緩一緩再娶二兒媳婦，可聽二哥這麼說，母親只好趕緊準備。本來我們家住的就是剛蓋幾年的紅磚大瓦房，所以也就把東廂房簡單粉刷一下，用白紙糊了個天棚，找木匠打了幾樣家具，準備迎娶二嫂。原以為自由戀愛能省不少步驟，結果素芳父母毫不含糊，從看門頭到送定規，還有擇日子，不但不能省，要的彩禮也比別人家的還多。素芳父母直言不諱地說，你們家3個兒子，老大頂替搬走了，往後還有一個老三，兄弟多的家庭結婚前不要，往後再想要白搭，眼看騎虎難下，父母只好一一點頭答應。可臨結婚頭1天，因為開面少了梳頭錢，跟二嫂家人又鬧不愉快，最終我父母還是妥協了，一步退步步退，把二嫂娶進門後別別扭扭生活在一起。父母為他們出力又出錢，但二嫂還動不動發牢騷，說我父母偏心老大，心裡裝着老三，唯獨沒有他們。其實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但遇到不講理的兒媳，有什麼辦法？好在三哥爭氣，後來考上了大學，總算了卻父母一樁心事，家裡就剩我一個女孩，肩上的擔子也輕鬆多了。我學習成績不好，後來連高中都沒考上，為了有一技傍身，父親就買了一台密封牌縫紉機，讓我學裁縫。自打大哥頂職後，父親作為技術人員，還一直在廠裡上班。母親經常念叨，等父親正式退休了，我們把老屋翻蓋一下，跟二哥二嫂分家，因為二嫂不好相處，眼不見為淨。可沒等計劃實現，父親在單位突發腦溢血，搶救無效去世了。父親的突然離世，我和母親頭頂上的那片天塌了。
廠裡為了照顧我們母女，發了一筆撫恤金。父親去世之前，三哥剛結婚沒多久，眼看三個兒子只有二哥在農村種地，母親很明顯也想幫一把他們。正好二哥想開一家農資店，賣種子、農藥和化肥。二嫂知道母親手裡有這筆錢，所以她話裡話外都哭窮。母親想想，索性就把那筆錢給了他們一大半，用於投資。怕住在一塊矛盾越積越多，更主要怕二嫂貪心不足，還惦記母親手裡的錢。母親提出分家，帶着我另住。後來三個哥哥把我們家老房翻新了2大間，我和母親搬出去了，有了資金周轉，加上二哥2口子有文化，他們把生意做得紅紅火火。而我也到了出嫁的年齡了，因為母親就我一個女兒，所以她不想我遠嫁，於是就有人把我介紹給本村的劉二剛。劉二剛家就兄弟2個，他哥哥大學畢業後在省城娶妻安家。再說都是一個村的人，知根知底，母親就同意了。我雖然知道劉二剛媽媽有些厲害，但母親安慰我說，狠虎不吃，往後家裡就二剛一個兒子，肯定有日子過。就這樣，我們把婚期定在91年元旦。婚期一天天臨近，母親也開始給我預備嫁妝。雖然父親不在了，但憑我們家的條件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，母親還是想風風光光的把我嫁出去。於是，光棉被母親就準備了6床，還有衣料、枕頭、鞋襪等等，櫃子裡根本就碼不下，而且還有房裡日常用品和家用電器沒買。到時候2間屋子也堆不下。最主要的是，我們住的老房在村中央，全是小路，到時候挑擔子走路都不好進出。於是，母親就想到，不如把東西買好，放在二哥家，這樣元旦那天從他家走，面子上也好看。我那時候也不懂什麼風俗習慣，心想不就暫時性的借用二哥家的地方嗎？何況他們住的房，還是我父母幫着蓋的呢。就在我母親把自己的意思一說，不等二哥說話，二嫂就板着臉，沒好氣地說，憑什麼要從我家出嫁？我們既不是頭，又不是尾，我們日子剛有了起色，駝子直起來腰。都說姑娘出嫁能把家裡財氣帶走，我不同意。母親沒想到二嫂這麼不講情面，當時氣得眼淚汪汪。再看看二哥，正好有人過來買化肥，他趁機溜走了。望着母親的樣子，我強作歡笑地安慰說，我覺得從我們娘倆住的老屋走更好，那是我們家的老根據地呢。因為婆家離得近，在開面那天，我就讓劉二剛帶人把一大部分東西運走了。婚禮當天，我在10幾個年輕姑娘的簇擁下出嫁了。通過結婚這件事，我從心裡恨二嫂，覺得她太不顧姑嫂情面了。當然，為了不讓母親從中為難，我表面上對他們還是和和氣氣，因為2個侄子侄女都是母親一手帶大的，所以跟我關係也好。我是裁縫，會做衣服，所以每年二哥一家4口的衣服我都給縫制。婚後不久，我懷孕了，預產期是10月初。有天婆婆笑嘻嘻地跟我商量說，她可能伺候不了我月子，因為大伯哥新調動工作，嫂子單位也遠，孩子上學沒人接送，她要過去待一段時間。當時我一聽這話，覺得心裡不舒服，但我性格軟弱，不好意思說不行，就沒反對。我在心裡想，你走就走唄，反正我離娘家近，我媽能伺候我。婆家娘家住在一個村，鼻子耳朵連着腮，說句不好聽的話，打個噴嚏都能聽見。所以婆婆不伺候我月子的消息，很快傳到二嫂耳朵裡去了。那天我剛吃完午飯，坐在門口織毛衣，
老遠看到二嫂手裡端着飯碗，朝我們家走來，我笑着跟她打招呼。二嫂看看我，又朝屋裡望了望，問我道：“你婆婆呢？”我找她有事。我當時沒多想，就告訴她婆婆在廚房醃菜呢。於是二嫂三腳並作兩腳，照直不打彎，就去廚房找我婆婆去了。我以為她找我婆婆有啥事，所以也跟過去。只見二嫂一手端着飯碗，一手拿着筷子，往嘴裡劃了一口飯，笑嘻嘻地問我婆婆道：“表嬸，聽說你要去城裡接送孫子上下學啊？”婆婆不明就裡，就回答說是。二嫂聽到這，把嘴裡的飯咽下去，將碗筷往灶台上一放，清了清嗓子，道：“表嬸，不是我挑你不是哈，你小兒媳婦坐月子這麼大事，你居然要臨陣脫逃，你心可真大呀。”婆婆也是個聰明人，她聽出來二嫂語氣不對，也聞出來火藥味，於是她趕緊解釋道：“阿呦，素芳哀，我這也是迫不得已啊。老大他們在城裡，人多車多，孩子小沒人接送，不放心啊。其實我還不是倚仗你們在一個村嗎？你婆婆做飯也能掌握到小云胃口，比我伺候更周到。”不等婆婆把話說完，二嫂一手叉腰，一手指點着我婆婆道：“倚仗我們娘家人能負得起這個責任嗎？生孩子這事，忽大忽小，出了問題誰負責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但也得分薄厚。到底是送孩子事大，還是坐月子事大？你掂量掂量。沒錯，我婆婆可以來伺候自己閨女，但她比你大10來歲，只能起輔助作用，洗洗涮涮這些活她勝任不了。說句不好聽的話，這是你們老劉家孫子，不是我們老唐家的。”二嫂後面又說了許多，剛開始我婆婆還想辯解幾句，可她哪是我二嫂的對手，到最後我婆婆直接洩火。二嫂說話聲音穿透力非常強，不大會兒連路過門口的人都駐足停了下來，一探究竟。而旁邊愛看熱鬧的街坊四鄰也聚過來了。二嫂有點人來瘋，她又把剛剛數落我婆婆的話再次重複一遍。二嫂把話說得水都灑不進去，聽得看熱鬧的人頻頻點頭。大家都說婆婆這時候想走，根本不應該。再看看我婆婆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，隨即她不好意思地說道：“行了，二舅媽哎，我帶我孫子喊你一聲二舅媽，你批評的對，是我考慮不周到，聽你的，我不走了。至於老大那邊，讓他們自己想辦法解決，我管不了許多。”就這樣，婆婆留下來了，再也不提去城裡接送孫子的事，而我順利生下孩子，母子平安。那個月子我做得很舒心，母親幫忙給我做可口的飯菜，婆婆負責洗涮採買。我出月子一下子長到110斤，孩子奶水也充足。二嫂這人雖然平時愛計較，但在關鍵時候還是挺顧全大局的。經過這件事，我對她的怨恨也漸漸消散了。孩子滿月那天，家裡擺了酒席，親朋好友都來祝賀。二嫂也帶着侄子侄女來了，她還特意給孩子包了一個大紅包。看着二嫂真誠的樣子，我心裡暖暖的，主動拉着她的手說：“二嫂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對你有誤會，你別往心裡去。”二嫂笑着說：“傻丫頭，過去的事就過去了，咱們以後還是好姑嫂。”從那以後，我和二嫂的關係越來越好，經常互相走動。母親看到我們姑嫂和睦，也開心地笑了。